Hello， 大家好，我是 William，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免投资、免买房、零成本，有机会获得欧盟永居，还可以申请希腊的居留许可，比黄金签证更有价值。荧幕前的各位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听到这些标签之后呢，心里面痒痒的，就觉得被吸引了啊？没错，我第一次听到呢，也是跟各位一样。也是被深深的吸引啊，非常感兴趣。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希腊财务独立人士移民，英文全称是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Person。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视频呢？就是我发现关于希腊财务独立人士的介绍非常少，而且信息呢非常的有限所以希腊财务独立人士移民似乎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角色有的介绍呢只是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政策。但是并没有深入的分析、深入的介绍怎么样去办理，也没有深入的分析究竟哪一些人适合办理希腊的财务独立人士移民，也就是 FIP， 并且也没有人把 FIP 拿出来和希腊的购房移民，也就是传统的黄金签证进行一个对比。这个有可能是因为真正有办理经验的人真的是太少了，所以今天我就结合我自己的办理经验，跟大家来介绍深挖一下希腊的财务独立人士，也就是 FIP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项目。另外我也推荐每一个有希腊移民意向的人把这个视频耐心的看完，因为既然选择了移民希腊，我们就应该做足功课去多了解。如果还有另外一种移民的方式，我们也应该花一些时间去全面的了解移民希腊的途径。我应该知道买房之外，我还有另外一条路径。至于这条路径呢，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先了解了之后，还能去审视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对照，再看究竟应该选择哪一个方式进行希腊移民。还有就是其中办理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有哪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并且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后我会跟各位去分析一下哪一些人群适合办理，哪一些人群不适合办理。之后呢，我还会单独做一期节目，把 FIP 和购房的黄金签证移民进行一个大对比，全面的来对比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差异，这两个有什么共同点，给各位呢作为一个参考。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那么欢迎你给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首先我们来先看一看希腊财务独立人士移民，也就是 FIP 的这个基本的政策要求。根据希腊2014年推出的很明确的法案第4251/2014号法律的第20条规定，这里写得很清楚，财务独立人士的居留许可，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非欧盟的公民有足够的资金的来源，有稳定的年收入，只要以非工作形式的收入呢能够涵盖在希腊的生活开销，即可以申请2年的居留许可，之后呢每3年可以续签。那么这个在法律意义上的家庭的申请单位呢，主要是指你的配偶和子女，并不可以携带父母父母呢是在法律意义上呢被视为另外一个家庭，所以要单独去申请。在这里我要划重点。第一呢，就是非工作收入。什么是非工作收入？就是不工作躺着就能赚钱，例如房租股票期权分红退休金等等这里面退休金也是，因为呢你不需要去工作，不需要去上班，你就有被动收入，也就是 passive income。 另外这里还要明确一个重点，就是只有工作收入是不行的很多人呢咨询我说，我的工资很高，你的工资再高也不行因为这个是工作收入，它不符合基本的申请条件。从这个法规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要求是很简单的，但是又非常的清晰。那么这里的年收入、被动收入到底是多少呢？各位听清楚，单人每个月不低于2000欧元。如果呢额外你需要加夫妻的另外一半，你需要上浮20%，也就是额外增加400欧元每个月被动收入，也就是合计呢2400欧元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如果你要加你的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呢还要在主申请人的这个2000欧元的基础上额外再增加15%算下来也就是300欧元每个月。以此类推，你有2个小朋友就是再增加300欧元每个月。
我们呢简单的以这个3口之家为例，主申请人的被动收入呢是2000欧元每个月，配偶呢和小朋友加起来呢是700欧元每月，所以总计呢3口之家的每个月的被动收入最低呢是2700欧元每个月。我们还按照今天的汇率折算一下人民币，大概是人民币19414元每个月，也就是大概是2万人民币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只要你能够证明你和你的家庭成员3口之家的总的被动收入能够有2万人民币每个月，你就可以申请，你就有资格去申请希腊的财务独立人士。好，那么我们就明确了希腊财务独立人士的政策标准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申请。那么第二呢，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如何去申请希腊的财务独立人士。第一步就是要委托律师进行 POA 的授权，来开通当地的税号，申请当地的银行卡、电话卡等等。那么在疫情期间，这些呢都是可以在远程办理。在开通希腊的银行卡的时候呢，不同的银行基本是一样的，你需要提供一些基本的材料，例如这个工作证明或者收入证明。另外呢，还要提供国内的住址证明。那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住址证明似乎觉得比较陌生。这个呢是在欧盟要开银行的账户一个必须要提供的证明，提供你的物业单、水电费、网费等等，含有你个人姓名还有地址的这些证明材料。另外呢，你还是要提供上一年的完税的证明、完税的记录，这个也很简单，你到税务局就可以打出来。那么把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材料打包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律师就会帮你去开银行账户。这些呢大家也不需要过于担心，都可以委托律所一起办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提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被动收入的资金的证明，也就是把它呢所有的材料进行翻译，加上领馆的一个双认证，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一当然了，你还要提供你的最基本的信息，例如护照身份证户口本无犯罪证明等等。我们律所呢会帮你来预约这个面试。另外这个面试个人是没有办法预约的。面试预约好了之后呢，律所呢会把我们面试的预约邮件来发给你，你呢就按照我们给你预约好的面试时间，带上刚才说的所有的相关材料进行面试即可。那么接下来呢，我带各位一起来分析一下 FIP 的优势和劣势到底在哪里，究竟哪一些人适合办理，哪一些人不适合办理。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优势是什么。第一就是门槛几乎为0，每一个符合刚才我说的办理条件的人，你都可以去申请，都可以去尝试。我这里说的门槛几乎为0注意指的是投资门槛不是办理的门槛所谓的投资门槛就是你没有前期投入重的资本的这个风险和门槛，你前期不需要有任何的投资你只需要去审视你自己的自身条件，我自身条件许可我就去办，我自身条件不许可我就不去办我没有任何额外的这个前期的投资的成本，所以我没有心理负担这个是第一大优势，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优势。因为我们办理财务独立人士 FIP 的朋友呢，前期的这个心理负担是非常非常小的你不用担心你买到不好的房子或者掉入一个什么投资的基金的陷阱等等不需要有这些方面的担心。另外一个优势是办理周期相对比买房来说比较快比较短因为省去了挑房选房和大额资金周转的这个周期。因为这个周期从买房去看房去选房在疫情期间你还牵扯到这个远程看房还要牵扯到最后的过户，还有支付等等，那么这个周期往往要耗费好几个月的时间。FIP 的办理如果顺利，一切都很顺利，你的材料都很齐全的情况下，基本办理周期在6个月之内就可以全部搞定你就可以拿到身份，得到这个最终的结果这个相比买房来说要短很多。另外就是申请成功 FIP 之后，如果你在当地居住符合条件，都可以有资格申请欧盟的永居。那么在今后的和黄金签证的大对比的这个视频当中，我会再进一步深入的跟各位介绍。那么以上呢我说的都是一些优势的方面，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劣势，就是办理 FIP 到底有哪些劣势。第一就是移民间，如果你一旦办理成功，就意味着你必须在半年之内
尽快的去登陆希腊，而且在希腊呢，每年今后你还要待满半年的时间，也就是180天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劣势。第二个劣势呢，就是有一定的拒签的风险。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对不对？那么既然你的申请是零门槛，你没有前期的任何的投资，那么你就要承担被拒签的风险。否则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对吧？一个萝卜你不可能2头切或者好几头切，对吧？什么光都让你占了，这个明显不可能啊，也不符合常理。另外，办理人还要到希腊驻中国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进行面签，我们会帮助申请人进行面签的准备，但是呢，这个面签的情况呢，是临场的情况，因人而异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无法控制的。另外，第三呢，就是不可以工作，也不可以经商。坦白讲，就是你不能从希腊赚任何的钱，你在拿到希腊永居或者欧盟永居之前，你都不可以从希腊赚钱，你只能吃国内的这个被动收入。那么以上呢，就是优势和劣势的这个大比拼。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样的人到底适合办理。第一呢，就是你在国外有长期居住需求的人。所谓的长期居住需求呢，就是不论如何你都要出国或者你压根本身人就在国外。例如你要陪同子女上学，在国外上国外的学校，或者呢你在国外本身就在经商长期居住，你是适合办理的。第二就是自身的预算呢条件并不好并不是很高，自身的承担的这个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弱这里我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就前期没什么门槛这是第二类人，就是相比买房你可能够不到第三类人呢，就是你想在希腊买房，但是呢你又担心希腊的房地产市场你又不放心，想先到希腊考察一下，那么你可以办一个希腊的 FIP 财务独立人士，获得居留权了之后呢，你再本人亲自去希腊去慢慢的进行考察，去进行房产的选购这样的话你100%可以买到自己放心的房产。那么我们分析完哪一些人适合办理之后呢，我们再一起来分析一下哪一些人不适合办理。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我认为是年纪较大的长辈不适合办理。这里我为什么说年纪较大的长辈不适合办理呢？原因是因为年纪较大的长辈呢，他被视作另外一个单独的家庭，所以呢，他们也要进行希腊财务独立人士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面签这个环节，面试的环节也是逃不掉的。如果我们的长辈语言不通，那么并且呢还在其他不同的城市，他又不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领事馆或者大使馆的城市，他呢还要千里迢迢的从老家辗转到北京上海去聘请一些相关的翻译人员，这个无形当中对家里面的长辈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折腾，而且呢也是一个额外的心理压力。如果这个结果比较好，那么大家也是皆大欢喜虽然比较折腾。如果这个结果不幸不太好，被拒签了，那么也会给人造成一个这个心理的影响，这个是我个人认为。所以我们年轻一代人既然给父母也申请去申请移民，那我们是想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轻松的生活环境，而不希望给他们去增添这些额外的心理压力。因此如果是要给长辈也去申请希腊的居留权，我就不推荐大家去申请财务独立人士，也就是 FIP 了，我还是推荐这个传统的买房黄金签证的移民，以这个为主。以上我从3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这个分析。第一，希腊的财务独立人士，也就是 FIP 的具体的详细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二呢，是它的办理的周期和它的办理的环节的这些细节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三呢，我还分析了希腊财务独立人士 FIP 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又在哪里，并且什么样的群体适合办理，什么样的群体不适合办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也希望我介绍的内容能够填补大家对于希腊移民的知识盲点，为大家呢真正的多一条移民希腊登陆欧洲的一条路径。那么如果各位呢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你可以给我点赞留言，或者可以私信我深入的探讨。所以在下一期视频我会单独做一个希腊财务独立人士，也就是 FIP 和希腊购房移民黄金签证移民的一个大对比让各位呢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FIP 希腊财务独立人士希腊买房黄金签证到底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对照自己来选一选。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你点赞、订阅、转发，并且分享给需要的朋友。我是 B Bro 和 LC 移民的 William，我们下次见。